你说魏延婉出了慎刑司？是啊，都说是皇上和公主的意思。魏答应在慎刑司受了刑，这会儿被晋中腹黑自己宫里了。娘娘，咱们要去看看吗？你让颖妃跟着去伺候皇上。是。赶紧再去添几个火盆来。宫里只有这些黑炭了，我怕这些烟大熏着主。我不怕血，我就怕死，怕失宠，怕什么都没有了。主，那我现在就去拿啊。皇上，皇上来了！皇上，臣妾久未见您，臣妾向你请安。真要谢你救了庆佑。景瑟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科尔沁部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嫡孙，幸亏他无事。孩子无恙就好。皇上，我们主与世子从未谋面，却能不顾自己不懂水性就往下跳，且深秋水凉，又是产后体虚，着实难为我们主了。魏答应真是喜欢孩子的人，怎么会害13阿哥呢？皇上，不是奴婢要为自己的主辩白，而害13阿哥的事，确实与我们主无关啊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丧子，是额娘的过错，也怪臣妾从前在额娘面前念叨臣妾与皇后不睦，抱怨皇后不喜臣妾，还屡屡受其责罚，才使得额娘莽撞之下替臣妾出气。只是皇上，额娘已经伏法，臣妾也受了刑，皇后娘娘要怎样才相信臣妾并未参与其中呢？那你为何私下要见田氏？臣妾召见田氏，是因为臣妾头回有孕，难免慌张。听闻田氏是宫里最老道稳妥的接生姥姥，才一早召见询问生产之事。臣妾哪知后来田氏和额娘会做出那般勾当。那景嗣之死，富贵儿，是你让王禅抱去缩养的吧？皇上，臣妾与五公主何干？又与颖妃和六公主无仇，为何要与王禅抱走富贵儿，去谋害五公主呢？那日景嗣与永基换了衣裳，否则你要害的不就是永基吗？皇上，臣妾对天发誓，绝无此心呐！皇上，您细想，臣妾无皇子，为何要谋害您的嫡子呢？这对臣妾又有什么好处？若臣妾生下皇子要争宠，这还说得过去一些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害人的理由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妾以前是无知宫女，亏得您一手调教，才有所长进。难道您一手调教出来的人是如此心如蛇蝎吗？你要相信臣妾呀！锦中，奴才在。你去慎刑司看看，如问不出什么，先让王禅回永寿宫吧。这。给颖妃娘娘请安。皇上万安，七公主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臣妾想着您说了今儿要去储秀宫用膳，就带着七公主来迎迎您。庆佑顽皮落了水，幸得魏答应救了他，朕就顺道过来瞧他一眼。也真是巧了，庆佑偷溜出去，偏魏答应瞧见了，偏魏答应跳水救了人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只是那个时辰，魏答应怎么会在那儿啊？皇上，自从七公主养在颖妃宫中，我们主就日思夜想，
储修宫离御花园不远，我们主就盼着颖妃能带上七公主去御花园玩耍，能远远的看上一眼也是好的。皇上，那个时辰正是午睡的时候，深秋里风大，臣妾再不懂事儿，也不会带着七公主去风口的地方吧？如今深秋了吗？风很大吗？臣妾不觉得呀。臣妾甚至分不出白天黑夜。臣妾只是想念自己的孩子。皇上，我们主太过于思念七公主，她已经恍惚了。子女养在别的嫔妃那儿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对了，英妃给七公主起了名字，叫景元。景元，皇上，臣妾自知不是个好额娘，出身微贱，学识浅薄。但是皇上，臣妾的爱女之心不能因为臣妾的罪过而有所缺失。臣妾对不住景元。英妃出身高贵，也很会照顾孩子。谢皇上。景元有颖妃悉心教养，臣妾不奢望能够将景元接回到身边来。但求皇上垂怜，能让臣妾再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皇上，魏答应落了水，需要好好休养一阵子才好。您答应臣妾一起用膳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臣妾求您垂怜，皇上，皇上，求您垂怜。皇上，求您垂怜！皇上，臣妾求您垂怜！皇上口谕，放王禅回去伺候魏答应，赶快放人。快动手！你救了我的庆佑，我也尊你一句魏娘娘。我还要多谢公主救命之恩呢，若不是您，我早死在慎刑司里了。你若真是害了皇阿玛的皇嗣，那我也救不得你。但既然你无事，那我也不会由着庆佑的救命恩人困在慎刑司里。13阿哥之事，我额娘确实有罪，只是她真的气不过，我动辄就被皇后掌嘴、罚跪、施板柱之刑，所以就一时糊涂，要除了皇后腹中的孩儿为我报仇。如今我额娘已经死了，这皇后也非要让我也死了才快活。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你既没家室，也没子嗣，究竟是哪一点出挑了，能让皇后动辄挑你的刺儿？因为我做奴婢的时候，伺候过孝贤皇后，这也是皇后最讨厌的。如今我亲生的七公主交给颖妃抚养了，我在这宫中啊，更无立足之地了。
就算逃得过今日，也不知道哪一日，这皇后啊，又要将我除之而后快了。那她可没那么容易。我既无子嗣，也无恩宠，我还能如何呀？如今有皇后拦着，我连皇上也见不到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求什么恩宠了，只希望能再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，有个依靠，那便是最好的了。来，坐。如意啊，科尔沁部王爷和额驸来的请安折子，里面特别写到了魏大营救了庆佑的事情。皇上的意思是为了科尔沁部着想，就不处罚魏大营了。王禅在慎刑司被用刑，不是什么也没招认吗？这让慎刑司对魏大营用刑了，可是他招无可招。再用刑下去，只怕是屈打成招了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心里的恨。朕亲自问过魏大营了，对他额娘所做之事，他再三发誓未曾参与。魏大营跟随了朕这么多年。他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个舍出自己生母顶罪的毒妇。再说了，景嗣夭折的时候，他没有皇子，他也实在是没有争宠、谋害嫡子的必要。皇上信他的话，朕不是信他的话，是现在没有证据。他救的是科尔沁部王爷的亲孙子，是满蒙联姻的硕果。此番若是没有他，庆佑只怕是性命难保。再说了，景瑟与额驸姻缘不协，若是没有庆佑，只怕他们是会和离了。这联姻要如何连得下去呢？朕的江山里面，不能缺少科尔沁部的安稳呐。皇上又要让臣妾顾全大局了。皇上一直要臣妾顾全大局，臣妾也一直为大局忍耐。只是永景，连你我的面都没见过就走了。景嗣，小心翼翼地把他养那么大，也有可能是魏延丸所害，走得这么可怜。永景和景嗣之伤，朕何尝不心痛啊？但是朕不只是他们的阿玛，更是一国之君。你不只是他们的额娘，你更是一国之母啊！这臣妾怎么会不懂得？臣妾问您一句话，在你心里边，是不是根本不相信魏延丸会做那样的事儿？魏大营从宫女起，就一直待在朕的身边，可以说是朕一手调教出来的。你认为朕会一手调教出来一个毒妇吗？害死了朕的儿女，还舍出了自己生母的性命，来为自己顶罪，这有可能吗？如意，臣妾明白了。儿臣瞧着魏娘娘可怜，她的额娘的确有错，但魏娘娘身在孕中，猛然不知情，替母受过半年也够了。还有皇额娘，也太揪着不放了，不顾您的心情。你皇娘岂是你所能议论的？不要太过武装。儿臣耿直，看不下去。不就为了那个王禅，
在火场抱了一只和富贵相似的狗吗？那样的野狗，火场那儿常有。儿臣小的时候就见过，做不得数。你帮魏大印说话，就该知道他涉及永景之死。想要13弟死的人，怎么会救庆佑呢？皇阿玛，魏娘娘之前没见过庆佑，更不知道他是儿臣的孩子。他能有这份善心，是因为您的教导。魏娘娘、额娘是粗鄙贪婪之人，想来和他不是一路人。对了，额父很关心庆佑。若不是看在庆佑的份上，若不是想着额娘临崩事前的叮嘱，儿臣早不愿做这个科尔沁部的儿媳了。这孝贤皇后总是能顾全大局，当年再不舍，还是将你舍出了，远嫁蒙古。额娘能顾全大局，那皇额娘呢？庆佑是儿臣和额父唯一的孩子，更是科尔沁部的嫡孙，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。魏娘娘救的可不只是儿臣的孩子，更是科尔沁部的继王和未来。下去吧。奴才这就去接婉嫔娘娘。皇上可真是长情之人啊！您是有段时间未见婉嫔了。慢着，还是换魏大印来吧。这。皇上。